今天的视频聊起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全地形拉力摩托，来自 KTM 990 ADV， 国内摩友称之为大蚂蚱。这个外号主要是描述它的外形。说到 KTM 990，很多兄弟可能很好奇，因为现在 KTM 都已经更新到了1290大野驴。说起来990已经属于第4代，1290都已经属于第8代，而且明显1290动力更好，技术更先进，配置更多，甚至就连重量级的 KTM 790、890 ADV 动力也非常强悍。但是这些在我个人看来，可能都不及950和990的纯粹和个性。而且国内是有一帮兄弟专门玩950和990，并且它的价格也绝对不低，甚至可以说保值率变态。这背后并不是说它的质量有多好，而是它有出色的越野多功能性。首先 KTM 在1997年就开始进军 ADV 领域，当时第一台车型就是 KTM 620，这也是第一代 KTM ADV 车型，配备单缸 LC4 609cc 发动机。但是仅在1年之后就又推出了 KTM 640，升级为单缸 625cc 发动机。从这个造型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，早期 KTM 对 ADV 的理解就是加大油箱，配备民用拉力头，后货架、全车灯光系统，类似于民用版可装配行李的 Rally 车型。后期这个640一直生产了10年，于2007年正式停产。中继2003年推出了 KTM 950，搭载了首款 KTM LC8 75度微型双缸 942cc 发动机，并且950在上市之前，也就是2001年的法老拉力赛和2002年的达喀尔拉力赛取得了成功，在成功之后才在2003年上市。后期950在2006年停产，也就是2006年 KTM 推出了990 ADV， 当然也和950一样分为 S 版和 R 版，还增加了达喀尔版、巴哈限量版等等，提供了不同的配置、马力和坐高。而且990配备了 ABS， 最终于2013年停产。之后大家都知道还有1050、1090，我骑的这台1190，还有更新款的1290。但是 KTM 在国内大火的开始应该是在2015年之后，或者是从 RC390 开始。因为早期的 KTM 在国内其实它的车型并不多，主要是以越野车为主。KTM 的越野车在国内是有很高的地位，但是当年能玩得起 KTM 越野车型的玩家也不多。至于能知道640、950、990这些车型的玩家则更少，玩的也更少。早期玩这些车型的兄弟都是骨灰级玩家，那个时候比如我这样的都不懂这些车型，就认识铃木、本田、宝马的 ADV。至于现在吹 KTM 赛车的这一帮人，都是知道 KTM 没几年的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可能就是我不懂而已。另外，至于1290这些车型，网上有很多介绍，我就不再啰嗦。我们今天只聊990。首先，990是950的发动机和车型升级而来，使用了和950一样的水冷75度4气门微缸发动机，但是990是从 942cc 升级到了 999.8cc， 这意味着改变了缸径和行程，以及更换了凸轮轴、连杆、活塞等等，并且更换为了 4.8 厘米电子双节气门。而且990普版的马力相比950略微降低到了8500转 96.5 匹，6500转95牛米，0-100加速 3.8 秒。不过990 R 版拥有113匹100牛米，990达喀尔版更是拥有116匹100牛米，就连990巴哈限量版也同样拥有116匹100牛米，0-100加速只需要 3.6 秒，极速220左右。至于990的 S 版，它的马力和普版一样，但是 S 版的座椅高度、离地间隙、减震行程都有提高，油箱容量也更大，整备重量更轻，整体更注重，也更偏向越野性能，也都使用了6速变速箱、链条传动、ABS。其次，车架都使用了各木管编织车架，这个车架总重量只有11公斤，算是当年最轻的车架之一。车把是铝制锥形车把，普版的前后减震器都使用了19厘米行程完全可调的 WP 减震器，但是 R 版、达喀尔版、巴哈版前后减震器行程都是 24.8 厘米，更偏向越野的 S 版则是前25厘米后 25.5 厘米。至于前后轮胎，5个型号都配备前21寸90和后18寸150的辐条龙骨轮胎，以及前双盘对置双活塞鲍鱼卡钳和后单活塞鲍鱼卡钳。普版座椅高度860，离地间隙26厘米，净重209公斤，油箱容量19.5升。至于其他4个型号，每个都不一样，我就不再细说。另外990还内置了冷启动、自动加速系统、海拔补偿系统，原车标配车把护拱、底盘护板和防摔护杠。发动机的平衡轴更是承担了驱动水泵、正时链条、驱动电机舵轮以及向曲轴相通风的离心机等等功能。这样高密度的集成也造就了 LC8 V2 发动机，结构极其紧凑，重量也更轻巧，再配合11公斤的各木车架与 WP 顶级悬架，这让 KTM 当年骄傲的学称，这是一台具有达喀尔长途拉力赛水准的战车，且战斗力旺盛，可以带你走向世界的尽头。视频最后，比如油箱上方设置有储物空间，
低位油箱，高位双出排气，高位进气，意思只要水没有没过排气就可以正常骑行。另外，机油需要使用 10W50， 更换滤清器需要加3升机油，更换冷却液需要 2.1升，更换解震油需要655毫升。调节气门介系，进气介系在 0.10 到 0.15， 排气在 0.25 到 0.3。发动机怠速在1420转到1520转。胎压前 2.4 后 2.6， 重载 2.8， 跑沙漠的话需要适当的放低胎压。这里还有个冷知识 ，KTM 最早不是以橙色为代表，而是用的银色和黑色。另外，当年与 KTM 990竞争的是铃木的 DL17， 但是 DL17 的优点是舒适性，990是全地形偏向越野，没有那么舒适，属于各有取舍。好了，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